根据美国媒体于4月13日的报道，美军空军每年都会为了针对中国举行大规模的兵棋军事推演。然而在2018年和2019年的兵棋推演中，美军都是在很短时间内就迎接惨败的结局。于是在惨败2年后的2020年兵棋推演中，美军采用了开挂的方式。这一次的军事推演所设定的背景是台海发生冲突的情况下，美军前往干涉，吸取惨败2年的教训。这一次兵棋推演中，美军直接选择开挂，给自己列装了很多根本还不存在的装备，比如能够穿透现代化防空网的第6代战机，有很多无人机组成的传导网络和可以用运输机来空投的制导弹药。这些装备美军现在根本就没有，有些装备还是没有投入生产的，而有些装备美军甚至都没有制定计划来研发。甚至美军空军在这次军棋推演中扮演中方军队的红方军队，在发现美军这次开挂行为多离谱以后，都尝试拒绝开始这场军棋推演。这一次模拟作战的时间背景设定在了2030年的早期，台海发生军事冲突，美军涉入与中国发生战争。当然，推演设想的只是常规武器战争，中国和美国都没有使用核武器。而之所以美军这次选择用开挂方式来获得战胜的结果，一方面是因为前2年的失败需要一场胜利来给予美军信心，另一方面也是想要证明美军必须把装备迭代，才能获得战胜中国的可能性。美军中将就提出，由于中国军队的装备迭代速度很快，美军也必须被迫做出应对，进行改变。而这一次开挂后获胜的结果，就代表着如果美军进行这些改变，是有可能获得最后胜利的。但是这样产生的结果，需要美军获得能够穿透最强力防空网的6代机，装载远程导弹和超音速武器来完成截击任务的波音 F-15EX 战机，需要一种美军之前提出的 4.5 代战机，既比 F-16 优秀，又比 F-35 少一个隐身性能。而除了美军的配置被集体开挂升级以外，在军棋推演中，美军还给台湾配备了更多电子战设备，经过性能提升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以及坦克战机、无人机。然而即便美军这次用根本还没有的武器装备配置了美军，在军棋推演中获得了最后的胜利，实际上也承受了极大的伤亡。由于演习的机密性，美军中将拒绝透露美军伤亡的具体数字，只是表示这样大的人员伤亡甚至会影响到美军的作战意志。他表示，美军需要面对一个困难的现实，那就是即使技术装备升级，一旦和中国在中国家门口作战，美军就必须承受这几乎无法忍受的伤亡，才有可能获胜。在美国掀起的印太战略下，一些国家也纷纷闻风而动，要来印太地区增加存在感。除了日本、菲律宾等西太域内国家外，包括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也蠢蠢欲动，以遏制中国。其中就属日本最为积极。最近，日本在德国举行2+2会谈，禁止中国，但为何说最终会刺向美国？在4月13日，日本外相茂木敏光、防务大臣岸信夫和德国外长马斯、防长克兰普卡伦鲍尔举行线上会晤。果不其然，中国又成为了会晤谈论的焦点。美国及其盟友似乎不提中国就说不出话了。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得知，双方就中国东海和南海事务交换意见，还对涉疆涉港等问题说3道4，双方将在安全和国防问题上加强合作。日本产经新闻指出，日德2+2会谈主要目的就是牵制中国。日美指责中国单方面改变东海和南海现状，日本希望与德国共同实现自由开放印度太平洋构想。不仅是和德国，日本还频繁和印尼、澳大利亚等国举行2+2会晤，继德国之后还将和印度举行2+2会晤。日本表面上是为了迎合美国，其实也有自己的目的。对此，南华早报援引日本早稻田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的话表示，自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试图削弱对日本的军事承诺后，日本那就开始发展新盟友，尤其是欧洲。此外，美国天普大学东京校区国际关系学教授詹姆斯·布朗也表示，日本频繁向欧洲示好，是因为担心美国实力正在衰弱，而远在万里的德国到印太地区又是意欲何为呢？早在去年9月，德国就制定了首个印太战略，准备强化和日本、澳大利亚等区域伙伴的合作，并联合法国、荷兰等欧洲国家推动欧盟的印太战略。在今年8月，将派军舰到印太地区加强军事部署。不远万里到别人家门口挑衅，却硬要说是维护安全，印太地区和他又有什么关系？分析称，日本和德国有很多共同点，都是2战战败国，都是经济、政治、国防发展严重受制于美国。这次日本和德国似乎是想做出抗衡中俄的姿态，
以寻求美国部分松绑，另一方面也是对美国可能崩盘的未雨绸缪。不过重回帝国梦，起码能回到正常国家的轨道。之前特朗普让日德承担美军驻军的所有软硬件军费开支，这样才能压制日德可能的反噬。但现在拜登似乎一心对抗中俄，拉拢盟友，如果允许日德大幅扩充军费，且都花在了自身军事建设上，那最终会刺向美国。一旦美国稍有分崩离析的危机，两条大狗变饿狼是最快的，在这点上连美国都不得不防。虽然中印边境地区局势趋于平稳，但是一些摩擦点的潜在冲突仍然存在。最近时隔2个多月，中印双方再次举行新一轮会谈，会有哪些变化？为何印网友突然醒悟美国不可信？在4月9号，中印在拉达克东部举行第11轮军长级会谈，就摩擦点脱离接触的问题进行了13小时会谈。据印度电视台刊文报道称，在班公湖脱离接触后，中印代表讨论了基阿姆温泉、格格拉以及德普桑平原等摩擦点脱离接触问题。据一名印度高级军官透露，对话还在持续。重要的是，在夏季开始前都要退回原来位置，缓和实控线紧张局势。不过，有专家认为，和之前的军长级会谈相比，有2点新的变化。首先，之前中印军长级会谈是由国防部发布消息，这次换成了西部战区新闻发言人，这间接表明解决剩余问题仍然还有难度。其次，会谈消息发布形式也有变化，之前是由双方共同发布联合新闻稿，最新一轮是由西部战区发言人发表讲话方式发布。西部战区新闻发言人龙少华大校表示，希望印方珍惜当前边境的缓和降温积极态势，恪守两军有关协议。北京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钱锋认为，这次会谈并没有像外界期待那样，双方在剩余问题上达成全面脱离接触的共识，而且字里行间流露出中国对局势进展缓慢的不满和担忧。对此，也有印度网友表示，中方声明一直指责，可以感受到他们的不满，但是我们不能妥协。而中方的提醒和不满事出有因，在会谈之前，很多印度人幻想和美国进一步合作，以加强在边境谈判的筹码和底气，甚至还试图伸手干预涉台事务。但是美国人反手给了一巴掌，在会谈前一天，美国军舰强闯印度专属经济区，而且还高调发表了一个极具挑衅的声明。当时外界就在猜测，美国是想逼印度站队，但是此事在印度国内引爆舆论。印度时报评价，令人震惊的声明，印度和美国防务关系出现罕见分歧。更多印度网友认为美国不可信，他们会在背后捅一刀的，我们不应该跟着美国淌浑水。之前中印边境冲突背后免不了有美国的身影，只是不知道这件事情能不能让印度清醒。不过我们还是应该警惕，短暂的局势缓和可能是印度为下次冲突做准备。